你怎么不摘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头上有大疮。摘。带上。丞相，臣在。都看好了吗？回太皇太后都看好了，没有皇上要找的人。看来我这个老婆子确实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皇上，本来我是想帮你找到那个小丫头，让你得随心愿，可现在看来，哀家也无能为力了。幸亏二哥急中生智，趁大哥和窦唯争吵的时候，把姐姐拉进屋里，脱了盔甲。要是硬跟着赶赴的清兵出去了，说不定走到半路上就被窦唯识破给抓去了。二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经过这几番周折，我想那些人不会再到长公主府上来丢人现眼了。既然皇上这么喜欢你姐姐，只有把她送到皇上身边才是最安全的。不，长公主，奴婢还没有进宫，就遭遇这么多险恶，奴婢死也不去皇宫了。那你不去皇宫，想去哪儿啊？就当着长公主直说了吧，奴婢心里确实早有了男人。谁？东方朔。小妹，小姐，东方朔来了。几日不见，他气色可好？没什么好气色，倒像被人偷了10吊钱。他若春风得意，我还不见他呢。带他上来吧。哎。谢谢。东方先生来了。哎，是啊。罗姑娘，以后我们恐怕不能再见面了。东方先生，终于瞧不起我这青楼女子了。不会的，是姑娘误会了。就算你瞧不起我，也应该瞧得起我们聪明伶俐的莲儿吧。小姐，你一天到晚想着先生，却拿我来说事。下去。姑娘啊，姑娘，我怎么会瞧不起莲儿呢？我更不可能瞧不起你，我瞧不起我自己。啊，东方先生平日在我这里都是趾高气扬，令奴家不可小觑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我曾经看上了一个姑娘，她美丽、聪慧、善解人意。你看上的是哪家的姑娘啊？我曾经帮皇上为她写过情书，我曾经死乞白赖的向她讨好，在梦中，我们摇山对歌，半夜醒来，妹妹弹琴。可就是这个姑娘，她怎么了？她是不是没长眼睛，看上这个油头滑舌的你了？哎，就是啊，她当着很多人面说的，她就是看上了我。
可要命的是，皇上也看上了她。你说我这等小人，我能把皇上当情敌吗？罗姑娘，我一生中至今为你，你是我的智囊，帮我想个办法。这事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是问我吗？出去！老二这个人一腔壮志，心比天高，可谁能想他与皇上争夺魏小妹？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憋死了。其实姐姐私下里跟我说过，她并没真正看上东方二哥，她是不想进宫，不遭那醋坛子皇后的毒手，就不得已想出的主意啊。只是，老二就只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他也不敢跟皇上这个呀。皇上贵为天子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那天东方二哥说的对，皇上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，等过了这一阵子，他看上了别的女人，立马会把姐姐忘掉的。嗯，这倒是，皇上是龙种啊，他不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。哎，那要是皇上忘不了魏小妹，他得找长公主要人咋办呢？所以啊，必须让东方二哥马上跟姐姐成亲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这皇上又能怎么样？这倒是。哎，那你再去找你姐姐说说。好。我把干爹找回来了。没你的事，小崽子。公严点。大哥这么大脾气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今天得答应我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。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。那好，你听着，你马上娶卫青的姐姐做老婆。弟弟，真的明天就拜堂成亲吗？哎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何况东方二哥是个神人，他已经喜欢你很长时间了。他的确是个神人，可我也早跟弟弟说过，东方二哥他太滑稽，不稳重。不许你这么说他，他马上就是你的男人了。你要想反悔，就等着皇后再把你抓回去，送给匈奴吧。只是弟弟和我都是没有户籍的奴才，东方二哥大小也是个朝廷命官，真要让他娶了我，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看我的。哎，你倒是说呀，你是怎么看待魏小妹的？这位大哥，哎，你少给我嬉皮笑脸，说，你喜不喜欢魏小妹？那不是皇上吗？皇上，哎呀，魏小妹说了，不管皇上，只要你同意，她明天晚上就是你的。大哥，我就是一蛋，人皇上是石头，这会是什么结果啊？既然你想通了，那就好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杆大哥，让他向东方二哥提亲。哎呀，走吧。我就是亲口问过魏小妹，她说她从看到你第一眼起，她就喜欢上你。你即使有老婆，她也愿意做你的小妾，伺候你和你的老婆一辈子。这不像魏小妹的口气，是你编出来的。哎呀，好汉娶百妻，就算是我编的，啊，他魏小妹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大哥，杆将军，你就饶了我，小弟怕皇上实不敢从命。东方朔，魏小妹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过你，你必须娶她。不然，怎么样？一剑锤死你！我就没有这个兄弟。
了，行了，大哥。这要是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可以豁出我的命，也要把我看上的姑娘争回来。这不是皇上吗？姐姐，魏小妹，魏子父，开门！姐姐，开门啊！魏子父，开门！姐姐，开门！姐姐，开门啊！舅舅，不对呀。姐姐，魏小妹，小姨，干爹，你快去！啊！我小姨上吊了！啊！不可能！大哥，魏少尉怎么样？让我进去看看他。王八蛋！怎么还看不见他们呀？卫青赶的是辆破马车，也没跑几个时辰啊！驾！驾！卫青，站住！奴才见过长公主。卫青、子夫，咱们虽为主仆，但是你们两个在我府上这么多年，本宫什么时候把你们当成下人看待了吗？长公主待奴才姐弟恩重如山，可你们竟连招呼都不打，就这样不辞而别了。奴才知罪，奴才甘愿受罚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你们逃得了一时，你们以为可以躲得了一世吗？奴才并非只想逃生，奴才是想北上沙漠，与匈奴决一死战。就凭你们几个赤手空拳，永远都不可能报仇，只能白白送死。要打败匈奴，永绝边患，只能依靠皇上，因为只有皇上才可以调动全国的兵民财物，也只有皇上才能带领中原子民去彻底的击败匈奴。难道你真的要离开皇上吗？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皇上现在羽翼尚未丰满，而且大权又都掌握在窦氏一伙的手中。现在是他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。他不仅需要良臣勇将帮他去处理军国大事，也同样需要一位王妃去帮他主持后宫。子夫，我知道你有你的儿女私情，但是你不能忘了，国仇未报，家仇未了，你不能为了一己私情，将更大的重任都抛诸脑后。长公主，
各位大臣有何奏章，速速递来。启奏皇上，雁门关守将李广将军10万火急发来奏报，这次匈奴合侵未成，浑邪王回到匈奴，奏明单于，单于大怒，现已陈兵边境，不日将大举进攻，请皇上宣示退兵之计。皇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臣愿意领兵增援李广将军，迎战匈奴。皇上，不管是清河还是开战，都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，所以臣斗胆地恳请皇上接受董仲舒的治国良策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公孙大人，皇上问的是眼前之事。国安大人，不可舍本求末呀！说1000斗1万，不如就知道摇头摆尾，舔匈奴人的屁股。你够了！朝堂之上如此吵闹，成何体统？丞相啊，臣在。你有何高见？微臣愿意听从皇上的一切安排。哎呦，这藏春楼还有这样的人物出入啊！说谁呢？说你呢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像您这样的也到藏春楼里头，像我这样的就不能来藏春楼找个姑娘什么的。那您找谁呀？头牌罗琦。哎呦，你知道跟罗姑娘见一面得多少金银吗？我来这儿从来就没花过什么正经钱。哎，你听您这意思，怎么着？您罗姑娘跟您琴有、棋有、茶有，仅此而已。哎呦，失敬失敬失敬，多有得罪！来，兄弟，请坐，请坐，客气客气啊！兄弟我呢是个商人，从洛阳来，久闻罗姑娘的大名，特来拜访。哎，你觉得罗姑娘能喜欢我这样的吗？你这样的，美女倒是要配个英雄，可你是天下英雄吗？嗨，先不说什么英雄不英雄，先生，看看这个。哎呦，银壶大茶，哎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，这花的钱恐怕要车载斗量了吧？嗨，什么钱不钱的，只要能够结识了罗姑娘，多少钱在我这儿都不算钱。千金买一笑，今日我算是长见识了。哎，请问先生是在哪里发财啊？笑话我？瞧不上我们这些商贾是吧？没有啊。说心里话吧，我也不大瞧得上您这样的。就您这样的，有胆量到那个朔州、代州啊、雁门关外跟匈奴人做买卖吗？你说匈奴吗？啊，哟，你到那种地方做生意啊？那兵荒马乱的，你就不怕那些人抢了你的货物，抢了你的金银财宝？哎，你就不怕？咔嚓！我不怕那些个，跟你实话说了吧，我给匈奴丞相的女儿买过东海的珍珠，给单于的老妈买过暹罗的象牙，明白了吗？如此看来，先生是个匈奴通啊？干嘛匈奴通啊？我压根儿就是一万事通。太好了！先生，那你跟我说说匈奴那边的事情。我凭什么要跟你说呢？我又不跟你做买卖。你不是让我在这儿做？罗姑娘，
罗姑娘，哎，这位爷是跟东方先生一起来的吧？是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们是一起来的。在下倪律，是洛阳的富商，久闻罗姑娘大名，特来拜访。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，望姑娘笑纳。银湖的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奴家怎敢当得啊？哎呦，当得，只有姑娘才当得如此重礼啊！我老婆想穿，恐怕她还没这个福分吧。是。哦，好啊，那就带回家给你老婆穿吧。莲儿，再送二位爷下楼。罗姑娘，罗姑娘，走啊！礼物不够贵重，大茶，我下次叮当带更贵重的礼物来拜见姑娘。东方兄，您等等。倪兄啊，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东方兄，您看我这么有钱，好歹也够上个天下英雄了吧？这罗姑娘她怎么就不愿意陪我呢？女人都这毛病，喜怒无常。她对我也一样，两个山字叠起来，出去的出。不，东方兄，我知道罗姑娘轰您，您是因我所累啊。您说您也不给罗姑娘钱，这罗姑娘她怎么就那么的喜欢您呢？不行，您一定得教我两招。但是得有个条件。好，要多少钱您只管提。你甭张嘴闭嘴就是钱的好不好？8丈远都喷出一股铜臭味来。甭说熏得罗启姑娘受不了，就是熏得我也是头晕脑胀、腿发软。不要钱？那您要什么呀？我就要你肚子里的那些匈奴的故事。草民叩见皇上，叩见长公主。免了吧。谢皇上。东方说，草民在。朕那天刚刚认了你一个金马门代招，马上就又撤了，你也没有怨恨朕吧？皇上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草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何来什么怨恨？此话当真？皇上撤了草民一个100担末等小官，那还不是为了以后再任草民一个大官呗？都说一张利嘴能抵10万雄兵啊。不过，你这张嘴能抵多少兵马？朕今天倒要考考你。请皇上命题。现在和亲失败，匈奴单于陈兵边境，扬言不日就要攻我大汉。而朝中主和派居多，甚而要朕用仁义之法去感化匈奴。依你看，应当如何应对啊？皇上，虽说草民这张嘴不能将几10万匈奴大军灰飞烟灭，却能将他们拒之长城以外，让他们一时不敢进攻。东方说，你不要以为吹牛就不犯死罪，须知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也可乱国，有些话不可以随便乱说。皇上，您就是赐给草民100个狗胆，草民也不敢跟皇上开这种玩笑。东方朔，你不是说你有退敌的良策吗？本宫替你把皇上请来了，你赶快说给皇上听啊！诺。边境情况千变万化，要根据这变化对症下药，正所谓法无定法也。你别给朕漫无边际的胡扯，说出点具体的道来。皇上只需派1员大将，率几万大军去边关，与李广将军会合，据险防守，不主动出击。草民可以保证1个月内就会让匈奴自行退兵。然后呢？回皇上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故作神秘。朕不敢冒这个险。世上许多事情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
既然皇上一时还信不过草民，暂时不采纳也罢。好，就算朕病笃乱投医，就来冒冒这个风险。那草民就为皇上排忧解难，首先要击退主和派大臣，让主和派在朝廷里哑口无言。怎么个击退法？莫非又是天机不可泄露？不，这只是个药引子，草民可以交给皇上。什么？你来教朕？不，是草民禀告皇上，请皇上详查。快讲来。郭爱卿，朕曾经叫众大臣把自己的女儿登记造册，以备匈奴选用，却至今未得响应，看来此路是不通啊。所以，你的和亲之策暂不采用。可皇上，退回班列。公孙弘，微臣在。朕又一想，还是你的主意好。公孙大人倡导儒家仁爱之心，才是标本兼治的良药，所以，朕愿意采纳你的本章。皇上圣明。但为了杜绝其他人说你们儒家是光说不练的伪君子，公孙大人就拿出些真本事让他们看一看。臣肝脑涂地，万所不辞。朕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公孙弘，听旨。臣听旨。朕任你为仁爱御史，即日起出使漠北，对匈奴宣扬王道，用仁爱之心感化匈奴，把他们都教成彬彬有礼的谦君子。从此马放南山，卸甲归田，不再兴兵犯境。皇上，想那匈奴本是茹毛饮血的生番，自古不听教化。没关系，这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嘛。那朕就给你6年时间，这6年里边，你就吃在匈奴，住在匈奴，每天不停地给他们的单于讲《论语》，讲《中庸》，讲《大学》。这俗话说，牛教3遍都知道转身，这匈奴再野蛮，总比牛要聪明吧？但有一条，你至少要用你的仁爱之心说服他们，现在别来进攻。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那这么说，你是半道上打退堂鼓了？哼，你给朕退回去。诺。诸位爱卿，除了仁爱，除了和亲，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办法，都给朕说出来。说呀，拿主意呀，啊？没有啊。既然你们没有办法，那也就只有听朕的办法了。敢夫将军。臣在。朕命你率5万兵马前往边关，配合李广将军守关御敌，你敢是不敢？皇上，我不是那种只会说大话，一动真格的就把脑袋缩进肚子里去的乌龟王八。臣敢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来，敢夫将军才是朝廷的栋梁之才呀。皇上。臣有一言要启奏。你有什么话呀？说吧。边关守军不过数万，加上敢将军带去的5万人马，也刚刚10万之众，怎能敌得过匈奴那几10万虎狼之师啊？所以恳请皇上三思。哼，朕的兵马
打仗兴许是少了点儿，但据关防守却足足有余。诚所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待敌酋粮尽失老，自然会退去的。皇上高瞻远瞩，臣等望尘莫及。这么说，丞相也赞同朕的意见了？微臣不是赞同，微臣是五体投地。好，那就请你这个大司马点将发兵吧。臣一旦拿到皇上和太皇太后联署的圣旨，臣一定发兵。哎，社父，菜有菜无，鸭一瓶，包银不说，武器就押上一注。开了啊，准备开了。哎，没有，没钱。开，哎，这边得钱。不对，你这里有名堂。你这先生，哎呦，我师傅来了。不是，哎，我这还玩呢，我说着我得翻本。社父嘛，小菜一碟儿。啊，小菜一碟。就这种东西，师傅以后教你一招包赢不输的小技巧。当真有这样的技巧？有件事你跟我去个地方。好啊。您的意思是让我到匈奴那边去施反间计？这可是你为朝廷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啊！这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的营生，我不行。你行，你一定行。我记得你原先告诉过我，你可以把东海珍珠直接卖到匈奴丞相的帐篷里去。你了解他们，你完全可以为朝廷出力的。我是个商人，我的眼睛里只有黄白之物，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我也没有开玩笑啊。我敢说，这次成功，皇上给你的嘉赏，要比你做上10年生意赚的还要多。钱呢，我有的是，可是性命我只有一条。我看呐，算了吧，东方兄，你我不过是萍水相逢的路人，原本就不是什么好朋友，更不是什么割头换颈的生死之交。你就是说的太阳打西边出来，我也不能应你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会答应？明说了吧，我是商贾，既为商贾，等价交换便是第一要义。俗话说，海参换鲍鱼，骡子换毛驴嘛。既然如此，你倒是说啊，你需要我东方朔给你什么，你才会答应我到匈奴去走一趟？让我说呢，很容易，可惜啊，你做不到。你还没说呢，怎么知道我会做不到呢？好，我要一个人，罗琦，怎么样？就这么定了。真是越想越梦浪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朕怎么能跟一个爱吹牛、玩杂耍的人去打呢？那请问皇上还有别的万全之策吗？既然已经逼得没有选择了，那就只好相信东方朔的能耐。再说之前这一连串的事情，不是也都靠着他暗中谋划才化险为夷的吗？贤呐，这次才是一步真的险棋呀！说不定更是一招妙棋呢。这东方朔真的能让匈奴退兵？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把握，敢拿自己的人头跟朕打赌，那他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计谋都禀告给朕，也好叫朕放了这颗心嘛。也许大凡有本事的能人，脾气都有点古怪吧。朕早就看出来了，他是要用自己的能耐来证明，朕没有封他的官是大错特错。朕这个皇帝是有眼无珠。皇上，您可千万别这么想。东方朔他早就知道，
朝廷大臣的任命权根本不在皇上您手上。对呀，东方朔能与朕打赌，那朕能不能跟祖母也打个赌呢？打什么赌啊？要是朕赢了，朕就要拿回朝廷大臣的任命权。好啊，好。苍天呐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东方朔毁了朕啊！好啊。哎，二哥，不能再喝了。是呀，你就知道喝，你有什么不痛快，你说出来嘛。大哥，三弟，嘿嘿，你们说，这只装满酒的碗是皇上的江山，这只装满酒的碗就是女人。你说我这一个手，他能同时端起这2只装满酒的碗吗？只能端一个，丢他娘的另一个。那你说我到底是丢江山呢，还是丢这个女人？你当然要丢女人了，你怎敢丢江山呢？可是这个女人又年轻又漂亮，她还说我东方朔是这世上唯一的伪男子，非我东方朔莫属。说生是我东方朔的人，死是我东方朔的鬼。那你们说，那这样的女人我丢还是不丢呢？你说的是苍春楼那个女子吧？你，哎，大哥，算了，二哥喝多了。好，那就为了这个皇上的江山，我就把那个你们说，我那么敬重皇帝，我为皇上受了多大的委屈，他老人家到底知不知道啊？罗绮姑娘在上，东方朔这厢有礼了。东方先生来了，又是为哪个须眉竹来做说客的？姑娘干嘛要这样取笑我？啊，最近啊总是在做梦，在梦里总是见到一个美丽的身影在我眼前飘动。东方先生又是看上哪家的姑娘了？哎，不，自从这世上有了罗绮姑娘，那是星月无光，百花闭颜，他们怎么好意思跟罗绮姑娘一同生活在这个世上？你呀，就别在我这儿灌迷魂汤药了。本姑娘我不吃这套。罗绮姑娘，我为了你，白日神情恍惚，夜晚辗转反侧。俗话说，神情伪钝，皆为情困。好，这个俗话我倒是没听过，是你自己杜撰的吧？有一字不真，雷神劈了我，电母撕了我，河神吞了我。行了，不许如此晦气。坐吧。啊，谢罗姑娘了。这么说，姑娘心里允许了？允许什么了？允许从今往后，我们俩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再到你这儿来求个什么事儿、什么东西的，你都不会推辞了吧？
说吧。